清晨4点不到，太阳还未出东方，花莲金丝金色的大寮已透出亮光。轰隆隆的锅炉声划破大地醒与未醒之间的朦胧沉静。佛门中，大寮是烹煮食物料理的地方，也就是一般所称的厨房，而大寮里负责烹调大众斋饭的主厨则称之为典座。在热如铁锅、急如星火的大寮里，典座一职自古就被视为是立志道心的一门修行。每次都会反省说，为什么我刚刚要这样子？尤其在大寮又忙又累的时候，脾气最不好控制。可是每次过后呢，你就开始又反省自己。从主食中淬炼修行的基本功，也从中体悟万物因缘和合的道理。 일체의 모든 생명이 있는 것은 서로가 함께 섭생을 하고 살고 있다는 겁니다. 나 혼자는 할 수 없는 게 아무것도 없습니다. 不同的国度，相同的点座修行，在舌尖上迸发出同频共振的禅悦滋味。 야, 이거 봐라. 来自韩国受邀到台湾推广寺庙料理的正宽法师，一来到位于高雄的这片有机菜园，他不是先关心菜园里种了哪些菜可以拿来做料理，而是手上和菜园共生的小生命。 이거 봐라. 여기 이렇게 옮겨주면 애들이 맥을 못 쳐. 삶의 터전이. 와. 가지. 응. 自17岁就出家的正宽法师，是寺里负责为僧众料理主食的典座。虽然做的仅仅是寺庙里的斋饭，却掀起世界的关注。2015年，法师的料理曾被《纽约时报》评为是世界上最精致的食物。2022年，全球餐饮界极具影响力的亚洲50最佳餐厅奖项，更将当中的标志人物奖颁给了没有拥有过餐厅，也没有接受过正式烹饪训练的正宽法师。 출가하기 전 나의 부모의 이 생에 나를 낳아준 부모의 인연은 아주 작은 농촌에서 태어났습니다. 아, 풀. 이것도 아니 너. 그래서 놀이터가 밭이었고 가서 함께 할 수 있는 것이 밭에 가서. 这个我们小时候都在吃。我有时候也会采着吃啊。这个，小姐，这个我们小时候都在吃啊。 풀 먹고 그 흐르는 물을 마시고 햇빛을 바라보고 자랐습니다. 그러다가 어머니가
하는 행동을 봤습니다. 그럴 때 음식을 만드는 그러한 행동하는 걸 보고 7살, 8살 될 때는 같이 아무도 따라서 해봤습니다. 妈妈做饭的身影就是料理的启蒙，儿时对土地的情感连结，也让正宽法师在料理之前，总要先对食材做一番认识理解。 이뻐요. 오, 나무. 이렇게까지가 나왔어, 이게. 对法师来说，用心与食材交流，了解它的生命循环，培养对自然万物的尊重之心，这些都无法从任何烹饪课堂中学习而来。重点不在技能，而是主食者的心态。 그래서 자연을 이제서 무정물과 유정물이 함께 숨 쉬고 호흡하고 산소를 먹고 삽니다. 그때부터 먹는 겁니다. 인연법으로 인해서 내가 할 뿐입니다. 그러니까 배워서 되는 게 아니라는 거죠. 그날에 식재료에 따라서 함께 할 인연, 대상이죠. 함께 할 인연에 맞추어서 음식을 해야 합니다. 이거 이제 이파리가 꽃이 나오면 그 씨앗으로 하지. 아마란스 씨앗도 하고 잎도 먹고. 现在其实为了地球，为了人类，很多天灾其实都跟我们没有爱护这个地球造成的。正宽法师在推的寺庙饮食，饮食的内容跟想法跟理念，其实跟慈济这一上人一直在推广的都是一样，都是为地球、为人类。那刚好有这样的因缘，就把他邀请来。 이쁘다. 자早斋时间刚过，轮值点座的德江法师已经开始着手午斋的准备工作。这个跟这个一起煮，然后这个拿去蒸，对蒸完了之后直接下。然后你再把水舀，要上桌的时候舀水上去，这样就可以了。好，那这样菜单就 OK 了吧 OK 啊。天山雪莲就切片，就什么都不要加，你就去煮白水，不要加盐哦。要加盐吗？不要加盐。 开菜单是点座的权责之一，但要煮什么菜，对修行者而言，依据的不是自己的欲望，而是随顺因缘的感恩心。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如果要进大寮煮餐食给大众吃的时候，第一个就是不能浪费常住的一些食物。 那所以，我们开菜单呢，会先从整理冰箱开始。他说这个很老哦，他不能做菜，然后看我们要做什么菜，然后我跟他说叶子把它弄掉。会有一个概念，就是先进先出。如果有一些东西比较不能用了，我们就要赶快帮他处理，才不会把它放坏掉，浪费食物。我觉得大寮它是一个不断的在提醒我们无常的这个部分。 因为变化球很多，那我们必须去面对当下那个因缘。很多十方大德其实他们非常有心，他们会送一些菜来。那有的时候可能这个菜没有办法久放，或者是需要先处理。可能我已经排好菜单，可是他必须先处理的话，我就必须换菜单。体解无常的变化。 顺应与食材的因缘，何时何地的检则，正是佛门中办造饮食必须具备3德6味的要求之一。所谓饮食3德就是指洁净没有过秽，就是现代所说的安全健康的食品。第二个，能够轻软。 不出色，不会粗糙啊，
深色，这个就是现在所说的美味可口。第三呢，如法合时宜，这就是指实地合宜的食品。所以三德简单的说就是安全健康、美味可口、实地合宜的饮食。饮食三德提醒着食物生产者在制造过程中种种深口意的心念。套用现代的说法，就是要秉持良心和恭敬心制作食物，如此食安的问题也能自然减少。但食物要美味，还需要6味的调和。饮食6味其实是3组味道了：咸淡、辛酸，还有甘苦。所以饮食具备6味，其实是希望调理各种味道、各种颜色的食材，让大家不会偏食啊，或者挑食啊，也就是均衡饮食啦。 이거는 제가 신의 눈물입니다. 이 간장은 지금 발효된 지 6년째입니다. 加入自酿的酱油和紫苏油，把在寺院里自种晒干的香菇放进锅里滚煮。这道料理是正宽法师的招牌菜。当年不放心他出家生活的父亲，就是因为吃了自己做的这道料理，改变了对寺院饮食的看法。 세상에 이렇게 맛있는 음식이 있나? 응? 이러면서 집에 가지 말고 너 여기 살아라. 이런 것이 지금 50년을 살고 있습니다. 所谓法轮未转，时轮先转。佛门典座对料理的用心，让即使不食荤，也不用5星的寺庙斋饭，也能达到满足色身的体悟妙味。典座对于调理3德6味的饮食用心呢，在健康跟美味之间找到平衡点。圣严之佛教还要求实地要合宜啊，那这个当然需要有更多的智慧跟耐心的。 그 다음에는 여러분과 공유하는 게 두부입니다. "兼顾健康和美味，正宽法师始终不依赖速成的食品添加物。他将豆腐一手揉碎，加入天然的海盐和酱油，没有一丝矫饰的调味，让食物如同禅者修行般展现自身的本来面目。 나는 누구인가 봤을 때에 자연을 의지해서 같이 호흡을 하면서 살아가고 있습니다. 그래서 한국의 사찰 음식은 지금 제철에 나오는 식재료로서 양념은 거의 다 자연에서 나오는 재료를 소금에 삭히고 간장에 절이고 했는 양념을 사용합니다. 因为佛教本来就是认为众生皆有佛性啊，天生我材必有用。每一种众生，每一类的众生，我们只是让他把他原有没有被发掘的特性或者优点呈现出来。所有的食材，只要能够给他因缘呈现出来，它就是一个适当的一种料理了。 从一早开始，大寮里德成师傅切菜的手几乎没有停过。他手里虽切着菜，但脑中也不停地思考着蔬菜的各种形体纹理。
每一个物种、每一件物品，它都有它的体相性力，该怎么样去处理它，其实都是有一定的规则。让食材，因为它不会说话，它是静静的，要怎么样去烹饪是比较好的。我觉得在大寮常常要抱着很谦卑的心，因为我们每一次处理的食材都不一样，每一个当季的食材我们都不一定会处理到，所以每一次进去其实都应该是要让自己是很谦卑的心去跟大家学习。从对食材的观察到对自己心性的觉察，在花莲近似精舍的大寮里，每天都要备办上千人次的饮食。从摘菜、洗菜、切菜到下锅料理，都是由各自负责的师傅与众多志工合力完成。人群的考验时刻不断。因为我们的执事是用调动的方式，所以我就可以知道说，其实每个人都有他辛苦的那一面，那需要我们更有耐心，然后更包容，然后有时候也要放下自己的很多执着、自己的看法，才能很圆满这件事情。不然有时候虽然你都有煮出来了，可是你心里并不是那么欢喜，你不是用欢喜的心来供众啊。顾好大众的胃，又要看好自己的心。自古佛门有云：“大寮出祖师，3000诸佛皆出在厨中。”都说明了，在这水里来火里去的大寮，亦是一门超越语言与文字的大修炼场。出家人是对任何工作不能做选择嘛，好，因缘来。那其实并不是真的很喜欢，因为它非常的累，压力又大，体力上有时候并不是能够承担。可是我还是一直在这个因缘中。那我就突然有一天，我觉得说，哦，原来上人就是让我们在你自己的因缘上去做学习。上人常常告诉我们说，那个简单的法其实并不简单，我也这样觉得哈，就是懂很多并不一定做得到。那所以我就会觉得说，我就老实的在我这个因缘，那也不要抗拒哈。然后既然要我做这个，然后我就好好的做。好的主厨，包括有100位全世界最佳主厨，他们所票选出来的标志人物，韩国郑宽法师，我们邀请郑宽法师，我们热烈的欢迎他。 저는 수행자입니다. 셰프가 아닙니다. 먼저 공양하시기 전에 오관계를 하겠습니다. 오관계. 이 음식이 어디서 왔는가? 내 덕행으로. 用餐前的五官祭念诵是佛教禅林中在进食之前必须要先唱诵或是观想的5条祭文，又称为十存五观，提醒着禅者，即使是吃饭也都是一种修行。 약으로 알아서 진리를 실천하고자 이 음식을 갖습니다. 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供养一切众生。一个是感恩来处，那感恩来处当中，你就觉得我也应该要敬业，因为来处不易啊，那么多人，各行各业来让我维持今天的饮食，那我也想。 我今天所作所为，是不是有偷工减料？是不是堪受这一餐人家的供养？有这种敬业的精神，
而且不会贪，那最后会去想报答众生。师存五观呢，简单的可以说，让我们学习感恩来处，敬业啊，不贪啊，报答众生。餐会后场的厨房异常忙碌，因为这道餐点的设计是要将料理分装在正宽法师远从韩国带来的各个钵里，目的就是希望不要忘了早期佛教托钵的文化与精神。 주는 대로 탁발해서 인연 닿는 대로 먹기 때문에 거기는 세식 문화가 아닙니다. 그래서 내가 먹을 만큼 양을 들어서 먹는 것이 바로 공양입니다. 在佛教的饮食观里，出家人吃饭只是为了维持身体基本运作的需求，好让自己有体力能精进道业。多食即是贪念，因此只会食用自己钵里的食物。这在现今诉求健康的饮食观念中也同样受用。佛教的钵又名印量器，它有多少量，你自己要先确定好，因为钵有大小嘛。我们习惯好吃的就吃多一点，那不好吃的就挑食。所以我每天多少量，我自己要衡量。提醒你要饮食质量啊，那你减少食物浪费啊，维持健康的体重。 그 자연을 의지해서 나오는 식재료를 나의 에너지로서 파괴하지 않고 있는 그대로 순응을 하면서 그 식재료로 음식을 만들어줘야 모든 나와 내가 알고 있는 모든 이가 자유로움에서 영원히 자유로울 겁니다. 그래서 첫째는 지구를 살려야 합니다. 두 번째는 자연 환경 보호를 해야 합니다. 세 번째는 무생명을 살리고 존중해야 합니다. 그리하려면 내가 변화해야 합니다. 我进大寮之后，然后吃的每道菜我都很感恩，因为我知道说它要经过非常多人的付出，所以吃起来要非常感恩，因为有很多的爱在里面。佛门一顿饭，从煮到食，处处都是修行。从健康饮食的观念教育，到对饮食态度的内在德育。 无不都与现在食农教育的精神遥相呼应，经典里的佛法智慧，都藏在这一菜一米间。